熄灯后，我忽然听见某位室友的心声，好无聊，杀个人玩玩吧。本以为是幻听，可当天晚上我的下铺就死在了床上，还没来得及悲痛，奇怪的心声竟再次传来，真好玩，今晚把他上铺也杀了吧。我彻底慌了，我上的是聋哑学校，全寝都是哑巴，寝室还剩5个人，那到底是谁的声音？第一次听见那道心声时，距离熄灯刚好过去了1个小时。我睡眠向来很差，辗转反侧之际，一道人声突然响起，哎，好无聊啊。我愣了下，谁在说话？很快我就意识到不对劲，我是聋哑人，其他室友也都不会说话，刚刚一定是我幻听了。可下一秒，清脆的女声却再次传来，手痒了，不如杀人玩玩吧。我赫然睁开眼，什么情况？难道真是我的听力好了？不，医生说我的失聪是永久性的，不可能会痊愈，而且室友也都是先天哑巴，他们也没可能开口说话。紧接着那声音又来了，寝室好几个人，我杀谁比较好呢？这次我听得很清楚，格外空灵流畅的女音，仿佛无需透过耳膜就能直接抵达大脑深处一般。难道说这是某个室友的心声，忽然被我大脑听见了？黑暗中，我不安地掀开了床帘，一眼望去，其他室友的床帘都紧闭着，不知他们是不是睡着了。只能看见下铺的小梅在玩手机。我用手语问小梅，你听见奇怪的声音了吗？小梅一脸茫然，你在开玩笑吗？我们都是聋子啊。可是我刚刚好像听见了谁的心声，有人打算在寝室杀人。小梅愣了愣，而后笑了。你是不是白天看恐怖片害怕，晚上自己吓自己呢？思思，她用手语安慰我，这种事情太离谱了，不可能发生的。我一想，确实有道理。我胆子特别小，白天刚被室友拉着一起看了部恐怖片，很可能真是吓出幻觉了。这样想着，我又躺回了被子里。好在直到睡着前，那声音也没再响起。我已经说服自己那是幻听，可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天醒来，小梅竟然死了。小梅的死状很恐怖，面色青灰，眸子撑大，她的脖颈中间直直插了把水果刀，鲜血把床单都染红了。只看上一眼，寝室长就把我的头掰了过去。大娟焦急地打着手势，思思别看，她知道我的胆子最小。可我还是被那一眼吓傻了。我不明白是谁杀了小梅，下手还这么狠。剩下的室友看见小梅死后，也都露出了恐惧震惊的表情。很快，学校的工作人员来了。那位中年老师查看了小梅的情况，问我们昨晚有什么异常情况吗？大家纷纷摇头，只有我想到了那奇怪的声音，抬起手正准备如实交代，却又听见突兀的女声，应该不会有室友知道什么吧？要是真有谁怀疑，我直接把他也杀掉算了。我吓得赶紧收回手，观察着几位室友，每个人的神色都是悲痛和惊恐。我没在谁的脸上看出破绽，到底是谁？郑思思，你是有什么发现吗？老师忽然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做出疑问的手势。一瞬间，室友们的目光都相继看向了我。明明他们的表情只是疑惑，但想到其中就有杀人犯的审视，我很是恐惧。没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我用手语否认。那好吧。他们继续去查看情况了。没多久，警察也介入了调查。令我感到惊讶的是，经过问话和现场侦查，小梅的死竟被定性为自杀，因为他们在小梅的手机里发现了遗书，以及前一晚她男朋友向她提出分手的聊天记录。遗书里，小梅说自己是不想分手，所以选择自杀。不仅如此，那把水果刀上只有小梅一个人的指纹，且其他人的笔录也不存在任何疑点，似乎一切都是那么的毫无破绽。要不是我听见了凶手的心声，连我也会相信这就是真相。小梅死后的第7天，我们在寝室里点燃了白色的蜡烛，摆上照片，为她举行简单的悼念仪式。烛光映在大家的脸上，有人在流泪，有人红着眼圈，还有人神色呆滞，悲伤的没有任何表情。现场跟普通的葬礼氛围一模一样。可就在这时，嘿嘿，真好玩。那恐怖的女音又来了，不如今晚把睡她上铺的思思也杀了。我心中一凛，算了，还是安分点吧。那人又说，心情像是在坐过山车，我如释重负，长出一口气。抬起眼睛，我悄悄地观察在场每一个人。我们是6人寝，去掉小梅，面前还剩4个人。1号床是大娟，她是寝室长，比我们都大1岁，性格温和又勤快，经常主动帮我们跑腿买饭，就像个知心大姐姐。眼下大娟哭得最狠，她还特意织了条围巾，准备仪式结束后烧给小梅。2号床是耳梦，为了手语称呼方便，我们平时叫她二梦。二梦家里条件不错，所以有点小公主病，不过她人很大方，隔3差5会请我们吃饭。看着小梅空了的床铺，此时二梦也红了眼圈。3号床叫珊珊，她性格文静，为人沉稳，只是最近她迷上了悬疑小说，没日没夜的看。小梅死的时候，她竟然还敢仔细观察尸体。珊珊之前跟小梅关系最好，一度不相信好朋友是自杀，直到调查结果出来，她才接受了这个事实。
5号床的女生，我们平时叫她小五，她喜欢看动漫和参加 cosplay， 虽然天生聋哑，但她从不自卑，是寝室里性格最张扬的一位。小五今天倒是没哭，而是拿出了自己最喜欢的手办摆在小梅的照片前。眼前这4个人，我想破脑袋也看不出来谁是凶手，非要先排除掉谁，我觉得应该是珊珊。毕竟她曾质疑小梅自杀的说法，且此前他们的关系最好，几乎每天都形影不离。可大娟的性格也不像杀人犯。二梦跟我一样，家里都很有钱，她更不像。小吴整天沉浸在2次元的世界，似乎也不可能。郑思思怎么怪怪的？她在看什么？思索间，那道声音突然提起了我。难道思思在怀疑我是凶手吗？我连忙低下头，不敢再露出一点表情。却听那人又叹息道：“真麻烦，我还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呢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对不住了。思思，今晚送你上路吧。”我猛地抬起头，不偏不倚对上一道视线。是他。珊珊看着我，做出手势，思思。她的动作很快，就像一直在盯着我等我抬头一样。内心告诫自己千万要镇定。我问：“怎么了？”小梅死的那晚，你们是不是有过交流？我好像看见你先开床帘找过她。珊珊问我：“你跟她说什么了吗？”或许是因为烛光太暗，她的脸色看起来有些阴冷。直觉告诉我，她不对劲。我确实找过小梅，但只是问她怎么那么晚还不睡觉。我面不改色的撒谎。只是这样吗？她的表情好像有点失望。珊珊又转头看向二梦。二梦，那晚你半夜不是去上卫生间了？当时你有看见小梅不对劲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二梦脾气急，手语打得飞快，该问的警察都问了。难道你在怀疑我跟小梅的死有关吗？不要以为看了一些悬疑小说就把自己当成侦探了。那天我什么也没看见，也难怪二梦生气。自打小梅死后，珊珊就一直疑神疑鬼的，总是追问大家各种问题，就像是在审问凶杀案的嫌疑人。可刚刚那道女声响起时，我清楚地看见全场只有珊珊在看着我，十有八九她就是那道新生的主人。我不明白，就算珊珊想杀人，她为什么要对小梅下手呢？明明她们是关系最好的姐妹。眼见气氛不对劲，爱好 cosplay 的小五站了出来。小梅已经走了，大家就别再互相闹情绪了，她也不希望我们关系变差。是啊，就让小梅安心离开吧。大娟附和。珊珊没再说什么。这场哀悼会很快结束。晚饭之前，二梦忽然找到了我。思思，她把我叫到寝室外，开门见山地问：“你有没有觉得珊珊她不对劲？”我有些意外，难道她也能听见凶手的心声？二梦告诉我，珊珊一直在怀疑其他人，可我们根本没有理由要杀小梅，反而是她自己才是最恨小梅的那个人。我惊呆了，珊珊和小梅不是一向关系最好吗？二梦摇头，你不知道，珊珊喜欢小梅男朋友，她早就嫉妒小梅了，两个人关系好也只是表面。我瞪大眼睛，这么大的瓜，我之前竟然一点不知道，所以我怀疑是珊珊出手杀死了小梅，而后故意伪造出自杀的假象。毕竟她平时看过那么多悬疑小说，可能早就学会杀人手法了。她今天故意问我和你那些话，应该是在旁敲侧击，想知道我们有没有发现她的破绽。这想法和我的猜测一样。我问她，二梦，你有听见什么奇怪的声音吗？声音？没有啊。二梦反问我，你是不是也怀疑小梅的死不对劲？你知道些什么？正想把新生的事告诉她，走廊那头，珊珊忽然回来了。我只好摇头，不知道。这些事暂时不要告诉任何人。二梦看了眼珊珊，特意叮嘱我。我点头答应。晚上睡觉前，我在枕头下放了把剪刀，我准备打起精神防备一整晚。如果珊珊真要对我动手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反击回去。这个夜里，全是聋哑人的寝室，每一秒都安静得可怕。珊珊迟迟没有来找我，一直等到凌晨，我困得不行，迷迷糊糊睡了过去。本以为是个安全的夜晚，可天亮后我才知道，寝室居然再次死人了。而这次死的人竟是珊珊。珊珊和小梅一样，死在了床上，她的头上套着塑料袋，显然是窒息而死的。老师再次闻讯而来，寝室又陷入了紧张惊恐的氛围。混乱中，我和二梦对视了一眼。怎么回事？明明我们昨天还在怀疑珊珊，怎么今天死的人会是她？二梦的眼神里也带着震惊。更令我匪夷所思的是，珊珊的死同样是自杀。老师找到了珊珊的社交平台小号，自从小梅死后，她就在平台上发布一些消极抑郁的动态，字里行间透露着无法接受好友死亡的事实。直到昨天晚上，她发了一条：“我想去找小梅。”又是一场没有任何疑点的死亡事件。遗体被拉走前，大娟哭着让工作人员再等等，他们想最后再看一眼珊珊。三个人围在尸体前做最后的告别。我最怕死人，只好站得远远的，不敢看上一眼。珊珊，一路走好。又是熟悉的心声，我甚至能听见那人语气里的笑意。谁让你跟小梅关系好呢？都省得我帮你找自杀的理由了。思思真该谢谢你，不然我本来是想对她动手的。我试图从三位室友的脸上找出端倪。
大娟仍然是最伤心的那个，可我总觉得她的泪里透着点虚伪。小五这次也掉了眼泪，但怎么看都像是硬挤的。二梦的脸色也不太好看，倒像是装出来的难过。我彻底迷茫了，双拳紧握，莫名的愤怒涌上心头。究竟是谁在搞鬼？风波平息后，二梦再次主动找到我，这太奇怪了。珊珊根本没理由自杀，她的情绪很激动，我不敢轻易回应她。事实上，剩下的3人我一个都不敢相信。可二梦的悲愤不像是假的，所有人都错了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珊珊发动态悼念小梅的真正原因。珊珊的那个小号，小梅的男朋友也关注了。小梅死后，珊珊每天故意发悲伤的动态，装出跟小梅姐妹情深的样子，其实只是为了给小梅男朋友看而已。凶手恰好利用了这点。我没想到还有这层隐情，问他，那你为什么不告诉老师？知道这么多内幕却闭口不提，似乎不太合理。我不敢。二梦一脸无奈，珊珊和小梅肯定都是被人为害死的，我怀疑凶手就藏在我们寝室里。那这次你觉得是谁？问完这句话后，门被推开，小五忽然进来了。连续的死亡事件对小五的打击也不小，他连最爱的漫展也不去了，整个人恹恹的。你们在说珊珊的死吗？小五加入了交流。二梦点头，问他死那晚你有看见什么吗？小五的床就在珊珊对面，若是有不对劲，他应该是最容易发现的。小五面色凝重，纠结很久才告诉我们，珊珊死的那天大概凌晨4点，我上完厕所回来，迷迷糊糊看见她床前站了一个人。是谁？我和二梦同时做出手势。我只看见了他的背影，很瘦，发型好像是学生头，但因为天太黑了，我没戴眼镜，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，加上太困，所以没上前确认就上床了。学生头？二梦思索着，我们寝室只有大娟是短发呀。小五却否认，大娟的头发到肩膀，我看见的那人是齐耳短发，长度对不上，而且他的体型也比大娟要瘦。不过屋里实在太黑，我不确定到底有没有看错，就没敢跟老师说。小五的这番描述让我不由得心脏一紧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就在这次交流后没多久，二梦再次单独找到我，他问，你觉得小五说的是真的吗？不知道。我摇头。他却表示，我觉得他在撒谎，凶手很可能就是小五。小五肯定早就注意到我们在找真正的凶手了，他口中的短发女人就是他自己，毕竟他玩 cosplay， 柜子里有很多假发。我不理解，可如果小五是凶手，他为什么还要主动自曝那些细节呢？因为他不确定自己动手时有没有被人看见，毕竟自打小梅死后，大娟就一直抱怨睡眠很差，连其他人的警惕心也变强了。防止真有人看见他杀人，小五索性自己先说出来，这样就谁也不会再怀疑他了。这推测有理有据，我也被他说服了。这只是我的猜想，如果不对，那就只剩最后一种可能了。二梦话锋一转，就见他五指翻飞，演示出一段全新的话，我们寝室还有一个人。我没听懂。他伸出2只手，中指和食指微微弯曲，那是手语里鬼魂的意思。二梦，宿舍有鬼。这句话之后，周围的温度似乎都降低了几分。我不由得缩了缩脖子，应该不会吧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呀，还有鬼神？你不知道，我来这上学之前，我爸特意让秘书查了下这学校，听说对面校区死过人的，哪个学校没死过人？你快别乱说了，我不敢再听。打断他，并安慰道，说不定调查结果是对的，小梅和珊珊确实是自杀，一切只是我们想多了。但愿吧。二梦耸耸肩。他离开后，我给家里发消息，说自己想回家。很快得到父亲的回复，郑思思，为了让你转到聋哑校区，我可是费了不少功夫，你先好好上学吧。你妈最近身体不好，别再让她操心了。我失望地关了手机。就这样提心吊胆的又过了几天，那奇怪的声音没再出来，宿舍也没再死人。本以为一切都回到了正轨，可悬着的心还没完全放下。一向稳重的寝室长竟然出了事。大娟整夜的做噩梦，承受不住梦魇缠身，她在寝室崩溃大哭。她说自己每晚都梦到死去的小梅和珊珊。小梅和珊珊在梦里告诉我，她们都是被一个短发女孩杀死的，那人半张脸被毁容，杀人前一直在大笑。质问小梅，他们难道没有听见声音吗？小梅还说，凶手已经把自己要杀人的信息告诉了寝室里的其中一个人，他们怪我为什么听见了声音却不救他，说自己不想死。可是我根本没有听见任何声音，我是个聋子啊！大娟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看向小五，你听见那声音了吗？小五摇头。他又看向二梦，二梦，你听见声音了吗？二梦也是否认。大娟又将目光投向我，思思，你有听见吗？那些奇怪的声音。他满脸都是泪水，整个人近乎魔怔。可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好像从他脸上看见了另一个女孩的影子。短头发半边脸毁容的女孩，你听见声音了吗？她的脸庞极度扭曲，不停打着手势，逼问我。我仿佛可以想象到，如果能说话，她将发出怎样凄厉的尖叫。我吓得瘫坐在地上，身体像筛糠似的抖。二梦和小五赶紧把发疯的大娟按回床上，想方设法安抚她。不知过了多久，
发疯的大娟终于安静睡去，可我的心情却迟迟没有恢复平静。好奇怪，大娟提到的那个女孩，我好像在图书馆的旧校报里见过。二梦突然提出要走，我去找找。我慌忙拽住她的衣角，算了，马上要考试了，我们还是好好复习吧。为什么算了？难道你不想弄清楚真相吗？二梦满脸不解。我只是有点害怕，我连手语都打不利落了。既然害怕，那就更应该查清楚，这样你不用提心吊胆，大娟也可以不被噩梦缠身了。二梦坚持着走了。嘶嘶。他走后，小五忽然问我，你真的没有听见任何声音吗？没有。我斩钉截铁。我再次给父亲发去信息，这次我直接说了，我想退学。爸爸很生气，发来一长串的语音。他说这2年已经为我的事耗费了太多心血，不想再看见我无理取闹。无论我怎么恳求，他也不为所动。我将头埋进枕头里，掩盖自己崩溃的哭声。早上，我忽然被一股大力晃醒。小五站在床头，眼神里满是惊恐。他带来一个更可怕的消息，大娟死了。我们的寝室长倒在地板上，脑袋下血流成渠。他一定是又做了噩梦，半夜从上铺掉下来摔死的。太倒霉了，刚好磕到头。这是老师听说大娟噩梦缠身后做出的推理。他叹息，你们寝室的人心理素质真是差。由于连续发生死人事件，学校处理起来也越来越娴熟。娴熟到二梦回来时，大娟的尸体已经被抬走了。得知这个消息，他手里的东西悄然落地。怎么这么突然？我已经找到了真相，他明明就快有救了。小五表情麻木，大娟被吓疯了，我感觉我也差不多了。不，他不是被吓的，他是被盯上了。二梦捡起掉落的校报，你们快来看，他将校报摊在桌上，就是这个女孩，她叫谭小双。你们先看吧，我得去图书馆复习了。我抬脚要走，二梦拦住我，别走啊，思思。他看着我的眼睛，难道你想成为下一个死者吗？我的步子顿住了，我不想死。我找了一晚上，终于从几万份校报里找到了这份资料。二梦向我们解读校报的内容。谭小双曾是对面校区手语专业的学生，20岁去世，死因是跳楼，死亡地点是废弃的教学楼。他的故事有点复杂。刚开始他不在我们学校读书，因为家穷，谭小双上的是本地更便宜但专业一般的公立学校。他的母亲在我们学校食堂打工，所以他经常来我们学校的后厨帮忙。由于食堂负责人贪污腐败，采购了一批劣质电线，短路引起了火灾，导致后厨人员被困，其中就有谭小双和他的母亲。谭母当场身亡，谭小双被严重烧伤，半张脸被毁容。我忽然觉得很烦躁，不知道这和室友们的惨死有什么关系。可见对面的小五看得很认真，我只好忍着情绪继续听下去。学校怕引发负面舆论，极力想把这事压下去，不仅赔给谭小双一大笔钱，还安排他免费入学，让他就读手语翻译专业。你们应该都知道，我们学校是本地最好的私立大学，手语专业全国顶尖，有普通人和残疾人2个校区。我们聋哑人在残疾学生校区，而谭小双当初是以正常人的身份入学的，他在另一个校区。当初同样在那场火里被烧伤的，还有另一名勤工俭学的女学生，因为无法忍受毁容的痛苦，她在事发后没多久就跳河了。谭小双也没能坚持到最后，她在一个暑假的前夕选择了跳楼自尽。有传言说她是因为此前遭受了侵犯，心里想不开，所以结束生命。但也有人说她是因为容貌自卑，早就有了轻生念头。二梦指着校报上的照片，问小五：“你那天看见的短发女生是不是她？”那是一张略微褪色的彩色证件照，照片上的女孩留着齐耳短发，一边脸庞清秀，另一边却布满了狰狞的疤痕。她正对着镜头微笑，在明媚阳光的笑容衬托下，那些疤痕看起来也没有那么恐怖了。小五仔细辨认后点头，很像。二梦大胆猜测，你说那位死去的谭小双会不会就在我们寝室里？哇，真厉害，这就猜中了。那道心声骤然响起，我惊恐地睁大眼睛，这怎么可能？环顾四周，寝室里明明只有我们3个人在，连一丝谭小双的影子都没有。他怎么会在我们寝室？思思。二梦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像是惊弓之鸟，我当即炸毛，看清是二梦在拍我后，才松了一口气。没怎么，突然想起来还有点事，我出去一趟。不顾2位室友惊诧的追问，我立即出了寝室。谭小双，谭小双，这名字像是魔咒一样萦绕在脑海里。我打开聊天列表，给一位很久没联系的朋友发去消息，谭小双好像回来了，怎么办？很快，我收到了回复。杨，鬼扯，谭小双不是早死了吗？杨，别整天疑神疑鬼的了，那件事因我而起，他真成鬼了也不会找上你。杨，我后天回国，到时候请你吃饭。还想再说些什么，但朋友很快下线了。我几乎要崩溃，整个人像是被抽干了力气，浑浑噩噩。这世上真的有鬼魂存在吗？我一直没告诉二梦和小五，其实我是认识谭小双的。那是在他死之前的半个月，我去已经废弃的教学楼天台写生，那里是画风景的最好位置。我在那待了整整一下午。
后来我收到一位好友请求，通过后，对方说自己叫谭小双。谭小双告诉我，就在我写生的那天下午，废弃的教学楼楼顶，他被几个男学生侵犯了。请问，当时你有听见什么声音吗？这对我很重要。我大概明白了他的意思。你是说你受到了侵犯吗？我已经看过他动态里的自拍，想到那严重烧伤的半张脸，有些惊讶。很快，我意识到这话刺痛了他，想撤回消息，却已经来不及了。是的，但是那片区域没有监控，所以我在找目击者。他不卑不亢地回复。我只好抱歉地表示，不好意思，我是个聋哑人，那天我没有听见任何声音。这大抵令他很失望。可这并不能怪我，废教学楼的天台很大，东西堆得又很杂，我恰好待在最西边，压根看不见另一边的状况。那之后，谭小双又来找过我几次，可我确实无能为力。再后来，就是听说他跳楼的消息，从那座废弃的教学楼上一跃而下。他的生命终止在那个夏天。关于那道心声，我怀疑过宿舍的任何人，唯独没想过是谭小双的鬼魂。他是在怪我没能给他任何帮助吗？我开始整夜的睡不着觉，耳畔总是响起谭小双的声音。今天晚上要杀人吗？算了，明天再动手吧，毕竟剩下的人不多了。又是一天过去了，今晚该选谁下手呢？好难选，干脆3个一起杀掉算了。郑思思，你在偷听是吗？我瞳孔一缩，缩在被子里，我死死地捂住耳朵。你能听见？我知道的。声音越来越近，像是有人站在床头，在黑夜里死死盯着我。明明听见了，你为什么要装作没听到呢？当聋子好玩吗？我痛苦地闭上眼睛。良久，那声音逐渐变远，终至消失。战战兢兢地探出脖子，掀开床帘，可我没看见任何异样。忽然一阵风吹过，啪的一声，我桌上的一瓶矿泉水掉在了地上。第二天天亮后，我才敢下床，捡起矿泉水，发现里面有奇怪的黄色沉淀，很淡的颜色，一晃便没有了。被下毒了。小五在我之后起床，第一件事便是抱怨，睡了一晚上，现在好渴呀。我主动将水递给了他。如果这是谭小双杀人的手段，那么我想让自己活下来。我在内心跟小五说抱歉。喝了那水后，不出1分钟，小五便疯狂抽搐，僵直着倒在地上。他真的中毒了。我赶忙摇醒二梦。等二梦从床上下来之后，小五已经没了气息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他有些失控，连小五也被害死了。下一个就是我们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到底该怎么办？我内心也早已崩溃，却不敢逃走。在寝室，起码还有二梦陪着我。若是离开，谭小双一定会跟着我，将矛头对准我一个人。思思，你最近真的什么也没听见吗？不知想到了什么，他忽然这么问。我认真想了想，大娟死之前说的话，有可能他根本没疯，那些话全是真的。其实你认识谭小双，他的怨气就是被你招来的吧？我的呼吸骤然一滞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我不敢看他的眼睛。他解释，我在另一份记载谭小双事件的校报上看见过你的名字，但我相信你的为人，所以一直没告诉大家，害怕引来不必要的猜忌。二梦看起来完全没有恶意，我这才敢承认我是认识谭小双，不过他的死确实跟我无关。把你知道的全告诉我吧。他急切地握了下我的手，又继续打着手语，报纸上写的模棱两可，我们根本无从下手。谭小双无差别杀人，肯定是因为有怨气，我们只有平息了他的怨气，才有机会活下来。求你了，我真的不想死。他的眼圈红了，连性格傲娇的二梦都被逼成了这样，我也无法再故作坚强。我将自己听见心声的事情一股脑全告诉了他。所以大娟说的确实没错。二梦没有责怪我之前的隐瞒，而是不解地问，真奇怪，为什么只有你能听见那道声音呢？我想了想，可能是谭小双在惩罚我。惩罚你？我点头，不愿再独自背负那沉重的秘密，我做好全盘托出的准备。酝酿了一会，又犯了难，叹息着，那些事情太复杂，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二梦，不然就从你装聋哑人开始吧。我猛地抬起头。你怎么知？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并不是真正的聋哑人，不过没关系，谁还没有点秘密呢？他连手势都做得很温柔。思思，在这个寝室我一直最相信你，我不怪你瞒着我们，我只想我们2个人都能活下去。我心头一暖，朝他彻底敞开心扉。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天，我不止一次地为自己逃脱了法律的审判而感到沾沾自喜。那天去天台写生的时候，我在电梯里遇见了一个男生，他叫钱阳阳。钱阳阳是我的高中同学，他家境不错，是个活脱脱的20组，平时没少干违法乱纪的事情。虽然早知道他也在这个私立大学，可我们并没有任何交集。突然在废弃教学楼遇到他，我很意外，问他上这干嘛。他愉快地吹了吹口哨，跟几个兄弟上来玩玩，还是从前那个混不吝的模样。我并没太在意。上了顶楼后，我精心挑选了视野最好的西边天台作为写生地点，钱阳阳去了最东边。最开始只有他一个人，后来那头的人声变得嘈杂起来，再后来似乎有一个女孩上来了。心里隐隐有一种荒唐的猜想，但我仍然没有任何反应。
郑思思，你得在这画一下舞吧，刚好帮我们看着点，要是有人上来跟我说一声。钱阳阳特意在开始前找到我，我笑着吐槽他竟不干好事，嘴上还是答应了。之所以同意帮他望风，是因为我从前也放荡不羁过，大抵算是别人口中的精神小妹，这种尺度的事，在我看来早已是司空见惯。我并没有觉得是在协助犯罪，更多的是有一种帮小忙讲义气的感觉。我记得那个漫长的午后，在颜料从笔尖晕染到纸张上的间隙，不止一次，我听见了女孩的惨叫声和哭声，一直到我画完收拾好东西离开前，那些声音才逐渐停止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个女生就是前段时间破格入学的毁容女孩谭小双。钱阳阳他们口味还真重，我真情实感地感叹。事发后第二天，谭小双就报警了。面对审讯，钱阳阳矢口否认自己的罪行，甚至大放厥词，说谭小双面容丑陋，谁会想不开去侵犯她。由于谭小双是洗过澡才去报的警，加上事发当晚下了一整夜的暴雨，天台没有遮挡，连一点有用的物证都没留下。谭小双开始寻找人证，说自己那天依稀看见一个女孩在西边天台，希望她能出来作证。这是在学校里传得沸沸扬扬。我越想越怕，把事情告诉了我的父母。一开始我试图对家人撒谎，想撇清我的关系，可我爸早知道我的说谎成性，在他的逼问下，我只能将自己帮忙望风的部分如实告知。他大发雷霆，狠狠掌掴了我，罚我在客厅跪了一整天。第二天，父亲一脸疲惫地说，让我先请假避风头，他会动用自己在私立医院的关系，给我伪造一份聋哑疾病的病理报告。即使有人找上我，我只需要说明自己是聋哑人就行。大概过程就是这样。后来在开学，我来到了聋哑寝室，那之后的事情你们都清楚了。听完我的回忆，二梦久久没有表态。过了一会，他才抬起手，谭小双含恨而死，很可能是因为凶手没有受到审判，所以才怨气不断。不如让你的朋友去自首吧，他明显是最大的罪人，这样我们或许还有机会能活。我摇头，他不可能会自首的，钱阳阳这人我太了解了。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恰好是钱阳阳发来信息，我回国了，要不要老地方喝几杯？将消息给二梦看，他表示约他去咖啡厅吧，我陪你一起。那小五怎么办？他的尸体没时间管了，再不解决掉谭小双，我们两个都会没命。我现在跟你去见钱阳阳。我犹豫很久，最后还是点了点头。咖啡厅内，我们约在很冷清的一家店，整个店只有我们这一桌客人。终于不用再装聋作哑，我开口向钱阳阳介绍，这是我在残疾校区的室友，他是聋哑人。他听了，立马露出那副玩世不恭的样子，哈哈，不知道跟聋子是什么感觉。我已经习惯了他的下作，仿若未闻。还好二梦听不见，对他的话没有任何反应。简单寒暄后，我主动提起谭小双。我们寝室6个人，现在已经死了4个了，要不你去自首吧，不然我怕你也逃不过。我把最近的一切都告诉了钱阳阳。听完讲述，他也是感到惊讶，居然还真是闹鬼。不过要我说，谭小双真有怨气也是怪你，谁让你当初非要把人给弄死的。我心里一惊，扭头去看二梦，他正捧着杯子安静地喝咖啡，表情没有任何异样。暗自松了一口气，我咬牙切齿，那能怪我吗？当时谭小双这是没完没了的，烦死人了，我可不想去坐牢。是的，我向二梦说谎了。谭小双不是自杀的，当年出事后，他丝毫没有受打击，反而满心斗志地执着于寻找证据。我实在看不惯他那副样子，明明已经被烧伤毁容，又遇上这种事，平常人早该摇尾乞怜，以泪洗面。可他偏像一株怎么也烧不死的野草，四处奔走，提起那些事情时，丝毫没有羞耻心。我担心这样下去，自己的谎言早晚要被戳破。又想到我因为他被父亲狠狠训斥，始终咽不下这口气，便以提供线索的理由将他约到了案发现场。我记得那天12层的教学楼天台风很大，我对谭小双说，其实我撒谎了，我并不是聋哑人。他没有责怪我的欺骗，反而是满脸惊喜。真的吗？那你当时听见他们侵犯我的声音了吗？我微笑，没有说话，而是朝天台边缘走去。谭小双很激动，一直追着我的脚步，不停问我，你听见声音了吗？见位置合适，我勾勾手，示意他靠近点，装作准备告诉他答案的样子。我将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，侧身抬手蓄力，我把他推下了楼。听说学校食堂的那场大火里，有一位被烧伤的女学生早就跳楼自尽了。我觉得她应该跟他一样，早早的离开，省得给其他人增添烦恼。谭小双死后，大家很自然地认为她是经受不起被侵犯的耻辱，跳楼自尽。她从前跟母亲相依为命，母亲去世后，连一个为她发声的人都没有。我终于美美的隐身了，但也因此变得胆小，大抵是心虚。我开始害怕鬼神尸体这类东西，所以啊，你根本用不着害怕。钱阳阳摊手，人你都杀了，还怕斗不过一个鬼魂？买几张符纸镇得了。他起身，将外套甩在肩膀上，自首是不可能的。我约了那几个兄弟去别墅聚餐，准备好好回味一下当天的过程。当初听说那女的有对象，我本来还纳闷呢，谁会跟她谈恋爱呀？后来才知道她的身材是真有料，
钱阳阳就这么走了。我早已预料到这个结果，失望地垂下脑袋，朝二梦打出手势，他还是不愿意自首。奇怪的是，二梦竟然在颤抖，双手正死死攥着咖啡杯。难道他听见我们的对话了？不，我立即否认，不是谁都像我一样有位院长父亲，能在学校装聋哑人的。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。我又朝他示意，他终于恢复正常，用力扯出一个微笑。好啊。回到寝室，奇怪的事情再次上演，小五的尸体竟然不见了。正想回头问二梦，忽然一抹不和谐的影子从门后钻出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后颈上一沉，我竟被人用棍子打晕了过去。我看清了那个人的脸，好像是小梅，而他的身边还站着死去的珊珊、大娟、小五。什么情况？没有太多的思考时间，我立即晕了过去。最后看见的是二梦阴冷的笑容。我是薛尔梦，如郑思思所说，谭小双死了，已经没有家人的她，似乎不会有人详细追究她的自杀真相。可她不会想到，谭小双还有我们，我们都是她曾经的室友。连我也不会想到，一向嫌麻烦的自己，会为了另一个人的死亡策划出这么多事情。最初听说我们寝室要来一个烧伤女孩时，大家都很不情愿，毕竟谁都希望室友是个正常人。可当了解谭小双的悲惨经历后，小梅他们又没意见了。尔梦，你同意她来吗？我是寝室脾气最差的人，他们担心我会反对。当时我烦躁地把被子一卷，翻了个身，随便吧。谭小双还是住进来了。刚开始她沉浸在失去母亲的悲痛里，话很少，渐渐走出情绪后，才露出了真面目。不同于我们想象中的自卑怯懦，真实的谭小双是个格外乐观外向的女孩，甚至外向到有点过分了。某天她忽然向我们宣布，虽然后面没有早八的课了，但我还是会天天早起，可能会吵到你们，不好意思哈。我心想，谁要是打扰我睡觉，我非得把他赶出去。第二天早上，谭小双竟然把我们全叫起来了。她给所有人买了早饭，不吃早餐对胃不好，你们吃完再继续睡吧。她仔细地记着每个人的忌口，食物被整齐地摆在桌上。室友们惊呆了，纷纷夸赞她的贴心。除此之外，谭小双对寝室每个人都是毫无保留的好。大娟喜欢针织，她就陪她一起熬夜理毛线。珊珊喜欢看小说，她便定了10几个闹钟，帮忙抢她喜欢的签名书。小五喜爱玩 cosplay， 她更是亲自给她做了好几件 cos 服。小梅对葱花过敏，这事她记得比小梅本人还清楚。从前大娟最勤快，谭小双来了以后，寝室各种事宜都被她包揽了。我是个慢热的人，对谭小双的态度始终很冷淡，她买的早饭我也几乎不吃。直到那次长期的不规律饮食后，我的肠胃严重受损，半夜在寝室上吐下泻。当时屋子里只有我和她，她很心细，发现我的不对劲后问尔梦，你怎么总去卫生间？没事吧？我难受的要死，来不及回答，直接吐在了她身上。她第一反应不是嫌弃，而是背上我往校医院跑。我们寝室离校医院最远，她背着我走了整整40分钟。校医说，要是再晚点，我的症状会发展成肠穿孔。醒来时，床头已经摆放着干净的衣服，我生病时吐脏了自己的衣服，谭小双已经帮我洗干净了。衣服上有洗衣粉的香气，我闻着那味道，忽然觉得自己是个不知好歹的小丑。那之后，谭小双在我眼里成了最值得信任的朋友。我们寝室因为有了她，变得无比温暖。有一次，我问谭小双为什么要对我们这么好，当时她正在化妆，准备和男朋友出去约会。听见我的问题，她笑了，我的脸被烧成这样，很多人躲还来不及，只有你们愿意让我住进来，那我当然要知恩图报了。而且我这个人闲不住，就喜欢找点事干。谭小双很爱笑，即使半边脸都是害人的疤痕，可她率真的笑容还是有种别样的感染力。谢林是她的男朋友，他是个和谭小双一样好的人，即使女朋友遭遇毁容，也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她的感情，反而坚定地陪她度过最艰难的时光。谢林常说，等以后自己毕业赚到了钱，要带她去做最好的修复手术。如果没有那件事，他们的未来本该是一片光明的。在人渣钱阳阳的眼里，谭小双是个没有背景，甚至连亲人都没有的边缘人，更是个可以随意欺辱的对象。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盯上谭小双的，只清楚那段时间他报了一个社团，钱阳阳是副团长。事发那天，他以社团要找场地举办活动为理由，把他约到了天台上。从天台回来后，谭小双将自己关在卫生间里一整晚，在此期间一直在洗澡。我们都吓坏了，问他发生了什么，他却只是说身上有点脏，我洗洗就好了。谭小双的鼻音很重，像是大哭过。在开门时，他已经擦干眼泪，眼神坚定地说，我被强奸了，我要报警。其实当时他不该洗澡的，是吃了不懂法的亏。警察没有提取到任何有用的物证，没有证据就无法定罪。我们也一直在想办法帮他，几经辗转，我打听到了郑思思的存在。谁成想，一直在正常人校区读书的郑思思竟然成了聋哑人，这是明摆着的欺骗。就因为他的父亲是院长，根本没人敢拆穿他谎言。
而我们不是他的直系同学，想举报也受到了阻碍。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谭小双一边忙于学业，一边维权。谢林和我们始终陪着他。暑假前一天，他忽然收到郑思思的邀请，让他去案发地一趟。他很激动，以为维权终于要看见希望。谁也没有想到，他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。所有人都说谭小双是自杀的，只有我们寝室的人不相信。他有着世上最强大的心脏，即使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生活打倒，他总是能以最快的速度站起来。这样的谭小双不可能会自杀。我知道这肯定和郑思思脱不了关系。听说下学期他就要去隔壁的残疾人校区，刚好学校人事变更，我的舅舅马上就要调任为最新的校长。我准备去会会他。其他室友听说后也想和我一起转学。不止他们，还有食堂的几位员工也提出要帮忙。谭小双以前在帮母亲干活时认识了很多食堂的人，即使后来母亲去世，但谭小双还是会去后厨帮忙。这样善良的他，让很多人都愿意替他复仇。郑思思能面不改色的撒谎演戏，那我们也能。为了小双，我们也来演一场戏吧。珊珊看过很多小说，她如此提议。于是，经过精心准备，与郑思思以室友的身份熟识后，我们的这场戏开始了。用特殊设备录制好语音，在夜深人静时遥控播放。郑思思以为的特殊心声，其实我们所有人都能听见。紧接着，再按计划伪造一个又一个的死亡现场，而那些参与调查的老师、警察等等，不过是换了衣服的食堂工作人员。郑思思眼里怪事不断的寝室，在外人眼里实则没有任何异常。今天在咖啡厅，我听见郑思思和钱阳阳的对话，险些没忍住情绪暴露自己。还好，差点让他们逃了。谢林给我发视频了，他马上过来，我们要不要先把郑思思弄醒？小梅出声提醒我。我点头，用冷水把郑思思泼醒了。她的手脚被绑住，跪坐在冰冷的地板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不是死了吗？她竟然还在打手语，为什么绑我？我蹲在她面前，笑出了声。郑思思，你该不会以为只有你会装聋作哑吧？听见我会说话，她的表情变换得很精彩，从不解到震惊，最后是恐惧。渐渐，她好像意识到了什么。我不再废话，按下视频的播放键。那是谢林潜入钱阳阳他们聚餐别墅内的画面。那几个参与犯罪的男人醉倒后毫无防备，被谢林用不同的工具一一杀害。血溅到了沙发地板上，连摄像头都被模糊。郑思思看完后，惨白的脸上满是绝望，她浑身颤抖，崩溃求饶：我知道错了，我错了，你们想问什么我都说，是要帮谭小双是吗？我可以作证，我那天听见了，我全都听见了，可是已经太晚了。二梦，求你了，我真不是故意要推他下去的，我错了。他虚假的忏悔被敲门声打断。谢林来得真快，杀了我他也会坐牢的，你们这些蠢货还不快放了我！他见求饶没用，开始破口大骂。我丝毫不慌，你以为只有你家有医院的人脉吗？他一脸茫然，显然是没听懂。我耐心耗尽，也不准备解释，转身和室友们相继走出寝室。剩下的时间是谢林的，还得感谢郑思思给了我们灵感，刚好小五的父亲在医院地位很高，这层楼又全是聋哑人，即使郑思思求救，也没人能听见。谢林戴上了手套，门被缓缓关上。那些曾经被郑思思无视的声音，这下他可以永远的忘记了。